全球发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它的意义有多大？票房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水平？肖战和徐克导演合作的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将进行全球发行的消息已经传遍全网了，毕竟登了热搜高位，还大榜了9个多小时，大家都在为全球发行而感到喜悦。但是全球发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们的票房又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？大家有概念吗？咱们先一个一个聊。其实这个全球发行它是荣誉，但更是责任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影视文化间接体现的是国家文化。我国的影视作品走出国门，也是对外传播我泱泱大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。走出国门的作品代表的不仅仅是作品本身，更是一个国家。那么肖战的《射雕》能进行全球发行，无疑是对肖战及影片的双重肯定。所以我说这是荣誉，但更是责任。咱们再说票房问题，我们每年诞生的荧幕作品并不少，但是能进行全球发行的作品却屈指可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23年全球上映的电影票房情况。长空之王票房8.5亿，封神第一部26.34亿，热辣滚烫34.13亿，消失的她35.23亿，流浪地球2 40.29亿，满江红45.44亿。其中呢，满江红是23年全球票房排名第8的作品，也是国内票房排名第1的作品。所以从这个票房情况上来看，射雕要超过满江红，取得45亿以上的票房才能夺冠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我们以肖战微博粉丝数量3231万为基础，毕竟关注微博的群体大概率都会是去看电影的，这个群体它是高度吻合的状态。我们就按照一个人买1张票，且1张票价为35元来计算，能创造的票房是10亿。那如果加上2刷、多刷以及不玩微博的粉丝大概会创造将近20亿的票房。那还有路人以及海外粉丝，他们要创造将近30亿的票房。但是海外是没有宣发的，然后排片呢也不会有国内这么多，所以不能相提并论。所以综上所述由此可见，咱们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。